直到看见儿子把蒙面女佣煮的稀饭吃个精光，总裁这才意识到他很有可能就是自己已死的妻子。原来就在5年前，总裁和妻子提出离婚，但妻子不要补偿，却只想怀的孩子。话音刚落，战总便头晕目眩，浑身发热，因为妻子在刚才喝的咖啡中加了点糖，不管定力多强的男人都抵抗不住。等战总醒来时，却发现洛诗涵早已离开。洛诗涵，我此生挚爱，只有颜真陵一个，一个替身也该如此酸求。原来战总深爱的是颜真陵，但颜真陵1年前开车不小心跟洛诗涵对撞，当时外界都以为2人必死无疑，然而颜真陵的灵魂却重生在洛诗涵身上。我堂堂颜真陵竟然重生到洛诗涵身上。颜真陵担心战总不相信重生的说法，于是以洛诗涵的身份接近战总并嫁给他。但战总心里永远只有颜真陵一人，就算结婚多年也从不碰洛诗涵，直到今天离婚被他算计才失身，这让高傲的战总非常生气，于是让管家全程搜索洛诗涵。少爷，属下已经调取了非洲多伦多的监控，少奶奶她……战总气得怒骂手下一群废物，然后颁布100万悬赏令。但10月过去也没发现洛诗涵的踪迹，因为他早已换了一副新面孔，并且还生下了3胞胎。但他知道战总的性格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总不能躲躲藏藏一辈子。为了摆脱战总的纠缠，洛诗涵让朋友把大宝转交给战家。小少爷是洛诗涵派人送来的。有什么不能了解这事？来人说大少奶奶她难产，死在医院了。战总闻言有点不信，可看到洛诗涵的遗照和墓地位置，不得不信。但他却一点都不伤心。而洛诗涵在不远处看到这一幕，彻底对他死心了。2辈子的炙热爱恋都得不到你的心，我该死心了。从此，洛诗涵便带2个孩子去往国外生活，直到5年后母亲病危才回国。不料在机场碰见战总和女人搂搂抱抱，但战总却认不出整容后的他。竟然这么快就不心怀。洛诗涵骂完便带孩子离开，殊不知战总抱的是妹妹小枫，并且小枫似乎认出了他。大哥，你有没有觉得刚才那个小女孩跟大嫂洛诗涵很像？洛诗涵早就死了。小枫表示现在的 P 图技术很发达，单凭一张遗照根本不能证明洛诗涵是否去世。当年我派人四处找她，如果她没死，我的人不可能找到。战家的追踪系统确实非常厉害。大嫂说不定就是那头洛王之女呢。你太抬举那个洛家的妻女了。侍女怎么了？大嫂当年能成功算计你，说明还是很厉害的嘛。你要是不会说话，战总为了让小枫相信，于是带他去洛诗涵的墓地查看。可小枫却发现这里是颜真陵和洛诗涵出车祸的地方，有点可疑。洛诗涵就连死了也要绑在这里。哥，怎么会这么巧啊？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大嫂跟真玲姐相同的地方越来越多？真宁是富藏世书妻子化的大家闺秀，像她这种洛家的妻，怎么可能与真宁相提并论？当年你会娶大嫂，也是因为她长得实在是跟真玲姐太像了吧？也仅此而已。所以结婚1年，我从未主动碰过她。哎哥，那我大嫂葬在哪里啊？这也不太像会有墓地的样子。战总听后觉得言之有理，于是赶紧让管家把洛诗涵的母亲转移到战家医院，只要洛诗涵没死，就肯定会来看望母亲。而毫不知情的洛诗涵果然出现在战家医院。我这次回来不仅会治好您的病，会把大宝藏。次日，洛诗涵打扮成蒙面女佣来战家上班，而此时战术正在闹脾气不吃东西。小少爷从小就有厌食症，他只吃战爷亲手做的饭。要不我去试试？就你个新来的，我在战家已经服务5年了，小少爷从来没有吃过一口我做的东西，更何况你。叔叔，你等着，妈咪这就给你做饭去。